你有没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？这几天的中东局势明明看着要打起来了，结果就是不打，不是那种慢慢降温，而是前一秒还在放狠话，下一秒突然开始讲道理。这种急刹车本身就不对劲儿，因为这种级别的对抗正常剧本只有一个：升级、试探、再升级，最后失控。但这一次剧情是反着来的，所以问题就变成了这脚刹车到底是谁踩的？很多人会说双方克制，各退一步，但你记住一句话，看起来最合理的解释往往最不接近真相。把时间往前拉，当时的状态其实很简单，谁先眨眼谁就输了。美国这边的态度很直接，我随时可以动手，而且不会拖。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不是吓你，我是真能现在打。伊朗这边更干脆，可以谈，但你得全盘接受，不接受就继续顶。这种局面本质上像两个人在狭窄楼道对着走，谁先侧身谁就输了气势。按照正常逻辑，这种对峙只会继续加码，直到有人扛不住。所以当时很多人其实默认了一件事儿，如果什么都不发生反而不正常。但偏偏就在大家等着看结果的时候，刹车踩下来了，而且没有预告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信号不是官方正式释放的，而是特朗普在采访里随口说了一句，我听说是中国让伊朗进入了停火谈判。这句话的关键不在真假，而在语气，太随意了，不像外交辞令，更像是无意间透露的信息。但很多时候，越是这种不经修饰的表达，信息量反而越大。你再去看当时的各种零碎信号，会发现一个变化，没有人站出来定调，但很多迹象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指，有人在中间控节奏。注意，这里不是劝和，而是控节奏，不是让你们不对抗，而是让你们别越界。换个场景就很好理解，两个人已经吵到要掀桌子，旁边有人一直按着桌角说，你们可以吵，但桌子别掀。这句话平时没存在感，但在临界点它就是决定性的变量，一旦桌子掀了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所以你再回头看那一脚刹车，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点，它不是临时反应，而是提前铺垫好的。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传话、对底线、拼信息这些事，把各方能退多少、不能退多少提前摸清，等到局势接近失控时，直接把所有人拉回一个还能谈的区间。所以真正的博弈从来不是谁更强硬，而是谁能在不认输的前提下让对方也不翻桌。一旦你把对方逼到只剩一个选项，那就不是博弈了，那叫失控。问题也就变得很有意思，在这种级别的对抗里，是压到极限更有效，还是控制节奏更高级？答案未必唯一，但现实正在给出一个倾向，节奏开始变得比强度更重要。什么叫控制节奏？它不是劝架，不是调停，甚至不是让人冷静，而是改变出牌顺序。就像在牌桌上，有人突然说一句等一下，牌没变，但所有人的节奏都被打断了。这一次，这个喊停的角色被不少人指向中国，但中国的公开表态一直很克制，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听起来像套话，但放在那个时间点，这句话的作用非常明确，它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同时后退的理由，不是你让步，而是我们都先别动。克制不等于认输，但克制可以换时间，而时间是谈判桌上最稀缺的资源。再看一个细节，特朗普用的是我听说，而不是我确定。这种模糊表达在外交语境里本身就是一种工具，它既可以传递信息，也可以为未来保留调整空间。但无论真假，这句话一旦被说出来，就已经改变了外界的预期。市场、媒体、各方决策者都会重新评估局势，一旦预期发生变化，对峙就不再是原来的对峙。裂缝不需要很大，只要足够让信息流动，让各方重新算账，就已经足够改变走向。就在大家还在琢磨这件事的时候，剧情突然拐了一个方向，从要不要打变成能不能一起赚。
特朗普抛出了一个看似离谱的想法，既然全世界都盯着霍尔木兹海峡，那不如合作一下，船可以过，但要交钱换安全。这个思路的核心其实很简单，把对抗的一部分转化成利益结构，把敌人变成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合作的对象，把纯消耗的军事存在变成带有收益的控制方式。说白了，就是把冲突的一部分改写成一门生意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，以前是2个人争一条路，现在变成一起在路上设卡收费，路没有变，船还是要过，但规则变了。而问题在于，这不是普通的路，而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。一旦这里的通行逻辑发生变化，影响的不只是局部，而是整个市场的预期。重点从来不在那一笔费用本身，而在于通行权是天然拥有，还是需要被允许。如果只是一次性的收费，那影响有限，但如果变成默认规则，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你这次交了，下次还交不交？你交了，别人是不是也要交？如果你不交，是不是就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？一旦这种逻辑被接受，哪怕没有人正式宣布规则改变，实际运行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转移。这就像一条原本免费的高速公路，开始有人在入口处进行协调，你依然可以通过，但不再是无条件的。现实会怎么选？其实很直接，一艘邮轮的货值可能上亿美元，在这种量级面前，时间、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远比一笔费用更重要。企业会用最理性的方式做选择，而这种选择一旦形成习惯，就会反过来固化规则。久而久之，通行不再是默认权利，而变成一种需要持续确认的安排。没有人宣布变化，但所有人都在按照新规则行动，这就是规则真正的力量。很多人低估规则，觉得它只是流程调整，但实际上，规则一旦被接受，它比任何短期手段都更稳定。情绪会过去，冲突会缓和，但规则会日复一日的生效。所以你再回头看这一波变化，会发现一个明显趋势：过去的对抗是比谁更强，现在的竞争是比谁能定义运行方式。不是谁拳头大，而是谁能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当大家都在盯着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时，另一条线也在悄悄发生，而且更隐蔽。信息本身在变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，一些内容开始频繁出现，它们往往具备几个特点：情绪强，传播快，但证据链不完整。比如第14世达赖喇嘛与爱泼斯坦之间往来的旧闻再次被翻了出来。再比如 UFO 的话题，美国国会议员蒂姆·伯切特曾公开表示，有人告诉他不明飞行物可能和人类有接触。这类信息的作用并不在于证明什么，而在于占用注意力。它不需要你完全相信，只需要你停下来多看几秒。而在信息密集的环境里，注意力本身就是资源，一旦被转移，你对主线的判断就会被打断。这种现象在关键节点出现并不偶然，因为当局势复杂到一定程度时，谁能影响你关注什么，谁就在间接影响你如何理解局势。你以为你在获取信息，但很多时候你只是在被分配注意力。一旦节奏被带走，再回到原本的话题时，你面对的已经是被重新组织过的叙事。相比之下，技术领域的变化反而更直接。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、Kimi、Minimax 开始收紧模型蒸馏，本质上是在收紧规则边界。当原本可以被快速复制的能力开始被限制，意味着竞争方式正在从谁更快转向谁能定义边界。这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是同一套逻辑在不同领域的体现。不管是航道、谈判还是技术与信息，背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。过去依赖速度和力量的问题，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规则设计。一旦规则成为核心，解释权也就变得关键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阶段，信息跑在结论前面，判断的难度不在于信息多少，而在于筛选能力。所以问题也就留在这里，当规则可以被不断调整，
当信息开始先于事实扩散，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到底是局部的还是系统性的？也许真正值得看的从来不是已经被说清的部分，而是那些还没被放在一起看的细节。当这些点开始连成线的时候，很多答案可能就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了。这里是井里蛙观天下，我们下期见。